敢跟你说喝多了的女生你都拿不下，那你不如去当野人，去神农架吧啊！一个真喝多了的女生，她只会做2件事，要么呢就是在厕所里面抠嗓子眼啊，要么呢就是在被窝里打呼噜。所以女生如果跟你说她喝多了，那就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免责声明。它的潜台词就是什么？既然我借着酒劲儿放下了平时的矜持，那我希望你也能展示出你的与众不同。因为在女人的爱情逻辑里面，最高级的浪漫就是借着微醺的氛围，你能用看似最正派的方式拿下最意乱情迷的我啊！那到底我该怎么做才能把酒后的微醺变成稳定的心动？老规矩，我们直接上真实故事啊！这种不吃芥末不吃经济的打法，我就教这一次。OK， 这位兄弟90年的程序员出身，20年的时候跟合伙人搞 AI， 踩在了风口上。这会儿呢，也是在1线城市是有房有车。不过兄弟因为工作经常熬夜啊，再加上没有空去锻炼，所以身材呢就稍微有点偏胖。那这个就导致了兄弟整个人的气质是那种很不自信的一个状态，而且他本来搞 AI 的嘛，对吧？就有点宅，所以他近几年呢也没有什么感情经验。那有一次呢，这个兄弟去夜场玩的时候啊，就认识了一个刚留学回国的女孩子。用兄弟的原话来说，就这个女生的五官长得很像他的初恋，而且锁骨上呢还纹了一个红色的小蝴蝶，搭配上那天他穿的那个小白裙，那这种小反差呢，就给这个兄弟给迷得晕乎乎的。后来啊，这兄弟就加上这个女生，两人聊了有半个多月，期间这个兄弟啊也送了一些礼物过去，这女生的反馈也是非常不错的，每天都会跟这个兄弟分享一些日常。然后有天晚上，这女生就跟兄弟说自己喝多了，而这兄弟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升级关系的好机会，但是这个兄弟很犹豫，因为现在网上都不是说泡吧的女生都不简单，尤其是这种身上还带符文的，对吧？所以兄弟现在啊是既不甘心错过机会，又不放心直接拖底，最后呢就找到我来了啊！其实这也是很多兄弟都会有的一个认知误区。你们觉得泡吧的女孩不简单，这就像什么？大晚上戴着墨镜看谁都是黑人。但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酒吧里的超短裙啊、黑丝啊这些，有可能在私底下也会去偷偷搜如何和男生表白。而图书馆里的眼镜女呢，可能列表里面也会有一大堆的宝宝。说白了，这个就是个概率问题，咱不能以偏概全。所以咱们的第一步就是先去试探这个女生。那这里呢，我就让兄弟回了一句什么？喝多了那就不适合聊天。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女生是个渣女，那这种喝多了的消息，她就一定是群发的。她的想法就是在鱼塘里面挑一个幸运儿，对不对？然后呢，就让这个幸运儿先当司机后买单，买完夜宵，啪，直接关门。所以面对我们的撤退呢，如果说这个女生已读不回，那没什么好说的啊，她就是在养鱼。不过还好啊，兄弟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这个女生并没有已读不回，而是给这个兄弟发了一个生气的表情，然后说给个说法，为啥不适合 ？OK， 结果已经出来了。女生呢，她其实还是比较在乎兄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大胆进攻了。于是我就让兄弟回了一句这个话啊，怕你说一些不该说的，做一些不该做的。女生当时就秒回了，说哦，细说呢？哎，我知道啊，有些兄弟会觉得什么，女生这里是在暗示了，对不对？换做你们来，是不是就趁着月黑风高夜聊一些成年人的话题了啊？然后再连夜把车开过去。我告诉你们，10个舔狗里面有8个会这么干，剩下那2个，一个喜提铁窗泪啊，还有一个呢被拉黑删除，再或者呢就被挂朋友圈骂下头男。这么久以来啊，我帮过成千上万的兄弟，光是这些案子就已经堆满了我2个文件柜啊！我就发现大部分兄弟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清楚女生的暗示和试探。就像现在这女生很显然是在试探，她是在试探兄弟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聊，还是想要放长线钓鱼，对吧？如果我们一上来就疯狂的暴露我们的需求感，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那句什么，你想多了，我把你朋友呢？那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8个字，倒反天罡，反客为主啊！当时我让兄弟是这么回复的啊，我这辈子不信3样东西：早上的对不起，深夜的我爱你，喝醉的喜欢你。万一今晚你跟我表白，明天又反悔了，那多尴尬呀！我还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那现在网上的女权师不是还很喜欢一句话吗？叫做抛开事实不谈。那我们也抛开事实不谈呗，先把黑锅给他扣过去，瞬间就能从被动变为主动。这也是为什么找我的兄弟都能凭借真诚快速的拿到结果啊，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目的清晰、合乎逻辑、讲究拉扯、懂人情。女生当时就回复了，她说我看你喝的比我还多啊，晚上枕头垫高点，做你的美梦去吧。来，我们翻译一下这个女生她是什么意思。她的潜台词就是你这个男人还有点意思，我对你呢已经有兴趣了，但是我又不想太主动，所以我现在来耍嘴硬了，等你来继续撩我。这一层意思我不知道兄弟们能不能读出来啊？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如他所愿的，所以我就让兄弟直接回复什么，本来有些话呢等你喝醉了以后再说的啊，看你这个样子啊还挺清醒的嘛，算了，晚安。你猜猜现在这个女生她又会想什么？
他会去想，哎，这男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前面还跟我暧昧呢，这会儿怎么突然就说要睡了？哎，他这话到底是想跟我说啥？他该不会是喜欢我吧？而且他的情绪是不是就已经在被我们反复拉扯了呀？你们不要觉得不信啊，这个就是人性啊。人最喜欢的就是那些能够得到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对于女生来说，极度暧昧后的突然抽离，就像限量款的包包突然断货了，哎，能够让她念念不忘，然后呢又朝思暮想。我就这么说吧，哪怕当晚有10个舔汪汪都在跟这个女生聊天，哪怕他们当天晚上都给女生点什么醒酒汤啊、什么收啊这些，对吧？这个女生也只会一边吃着舔汪汪的外卖，一边想着兄弟没说完的话。因为舔汪汪追求的是表层的欲望，而我们打中的是人性诉求。那等到第2天，兄弟啊就跟我说，这个女生第一次主动的跟他发的早安，还问他说，你昨晚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哎，不过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所以我就让兄弟当时这么回复的，昨天不是说了吗？等你下次喝醉了，我当面再跟你说。 OK， 来划重点啊，下次当面。有了这个铺垫，那以后再营造这样一个画面或者这样一个氛围，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啊？不过我也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女生当时就说一句，那正好就今晚吧，我今晚正好没事儿。哎，我知道又有兄弟要说了啊，天赐良机，但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真的答应了女生的这一次邀约，那你大概率在恋爱中就是还没有脱单，你会很容易直接凉娘的那种。女生这里为什么会发邀约啊？2个原因。第一，经过了昨晚的拉扯以后，她觉得兄弟这个人啊有点意思，甚至还产生了一丢丢的好感，对吧？那第二，她好奇兄弟昨晚没说完的话，但是不管女生再好奇，她的潜意识里也是会有防备的，她会去猜测这个兄弟昨晚说了那么多，目的是什么，对吧？是不是单纯的馋她？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答应了这个女生，那完犊子了，女生有可能下一秒对你的这个好奇心，她对你的探索欲就会直接下去，你甚至会直接下头，知道吧？那等你做完发型，挑好衣服，就是打扮好了，然后又给她搞一顿非常浪漫的晚餐也好啊，最后的结果呢，大概率也是失败的啊，甚至你可能还会收到她一句什么，今晚突然有点事儿，下次。那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她会越来越冷淡。所以我们这里啊，让兄弟是这么回复的，今晚不行啊。女生当时就秒回了，说为什么呀？那我们呢就继续说的什么，你昨天的酒还没有醒，故意卖了一个破绽，让女生以为我们会关心她，对吧？果然女生这里就说了呀，你是在关心我呢，还是小瞧我呀？我已经没事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复说，你可拉倒吧，我不想虐菜啊，你也别想耍赖啊，到时候喝几杯你就跑厕所躲着，我还要照顾你，麻烦。这句话什么概念啊？就像是你去按摩，感觉这个18号小姐姐按的手法劲道都还不错，聊天也有意思，你就想给她加个钟，结果呢，这个18号小姐姐拉住你的手，边帮你整理衣领，边跟你说别加了啊，你也不容易，下次再来吧。这个就是反差。渣男的框架里裹着最真诚的心意，对吧？当别的男人都猴急的去推进关系的时候，你却主动撤退，就用调侃的方式既给到女生尊重，又给到了让她感到被关心的感觉。你说说，其他男人拿什么跟你比？那你们猜一猜这句话的效果有多好？女生当时就愣了2分钟，然后回复说什么？说真的，突然挺想见你一面，要不一起吃个饭呗？都看得出来吧，这个女生对这个兄弟的需求感给暴露出来了甚至都暴露的快要爆表了。那当天呢，我给了这个兄弟不少的线下约会建议跟很多的实战约会经验分享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这兄弟后来给我反馈的是，这个女生当天晚上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挽住了他的胳膊。后续这个事情大概跟进了2个多月大家别想发展那么快你们要知道，想要发展快当然可以，除非你真的只是想短则。如果说你想把这份感情放得长远一点，我们就要慢慢一步一步来，把基础打好。所以这个案子呢，跟了2个月左右。期间我真的是不断的在跟这个兄弟去复盘、去总结，去给大家传输一些两性的认知以及一些人性的理性的东西。那最终呢，反正是帮他搭建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框架，无论他跟这个女生也好，还是说未来不幸没有说到最后他跟任何一个女生也好，都能够为他所用。讲了这么多，还是提醒一下兄弟们任何一个女生，第一一定要尊重她，第二一定要负责任，同时呢，再给你们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所以你们要学会什么？女生如果说真的跟你说她喝多了，既是升级关系的好机会，但同时又暗藏了很多细节上的博弈。但还是那句话所有的关系博弈本质上都是人性在进行沟通。认知高的人，懂人性的人，他就能掌握主动权。只有弱男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技巧经验什么的我是焦哥，没有感情，只讲人性。下期见。